1996年3月，北京长城饭店西翼，京城第一夜总会天上人间正热闹非凡，豪客云集。此时正值全国两会的敏感时期，谁料这里骤然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峙。凌晨，2名身着便装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副局长吴长城和崔铁英踉跄走入天上人间，以检查为名要了包房坐下。短短半小时内，他们豪饮整整1瓶价值不菲的皇家礼炮洋酒。酒过3巡，轮到结账时，2位醉醺醺的公安高官却翻脸不认账，声称夜总会提供了假酒，拒绝付款。吴长城和崔铁英的父亲都是开国少将，一位时任北京军区副参谋长，一位是北京卫戍区副司令。仗着这层显赫的家庭背景，2名醉汉在夜总会里毫无忌惮，先是出言辱骂，继而操起酒瓶砸向服务员，场面瞬间失控。值班经理大惊，急忙冲上楼去报告老板秦辉。秦辉闻讯大怒，当即拍板，不给钱还敢动手，给我教训他们！一声令下，早已严阵以待的保安们一拥而上，将2名闹事的公安副局长团团围住。吴长城见情形不妙，掏出手机拨打求援电话，说在执行公务时遇袭，以保卫两会安全为由，火速调动2个分队的武装特警驰援。不到20分钟，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特警风驰电掣赶到长城饭店，将天上人间围了个水泄不通。天上人间门外剑拔弩张，枪口林立，门内秦辉的保安和2位副局长僵持对骂，随时可能爆发更严重的冲突。千钧一发之际，一通来自中南海的紧急电话打到了时任北京市公安局长的座机上。据我们向当事人核实，这通电话正是我们之前节目讲过的中南海钉子户李先念夫人林佳梅直接打给江泽民的。江泽民知道后震怒，口头批示两会期间是谁敢在涉外饭店持枪打群架，严查严办。有了最高层的过问，事态陡然逆转，北京警方随即对现场特警下达停止行动的指令，撤销增援计划。2名趾高气扬的闹事副局长见势不妙，也蔫了下去。事后，北京公安系统对他们进行了严肃处理，崔铁英被开除公职，逐出公安队伍；吴长城检讨态度较好，被下放到郊县公安局任副局长，以观后效。反观秦辉及天上人间一方，却毫发无损，未受任何公开惩处。在强大背景的庇护下，天上人间很快照常营业，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一个私人夜总会老板，何德何能，能让公安局长们投鼠忌器？要解开这个谜，我们得把时间拨回秦辉发迹之前。狗剩，你也长大了。今天咱们刚发了工资，我带你去天上人间。今天晚上咱玩点刺激的。不好吧？我听说那个地方坏坏的，要不咱们下次再去吧？不行，我今天必须带你长大成人。怎么办？这我去了不会不干净了吧？我说几个词啊，你感受一下：野外、猎奇、姐弟。那你得保证我去这种地方你不告诉我爸妈。王局，他们叫那么大声，里面在干啥？小孩子不该问的别问。怎么样，我带你来的这个地方刺激吧？刺激啥啊？人家房间那么大，还点了那么多漂亮姐姐，我们这和保洁休息室似的。你先别点不点的，我给你先看点更刺激的。你看完这个就长大成人了。不是，王局，你说了那么多，就是让我和你晚上来这儿看2个粉色吹风机踩泥塘。我可没骗你啊，这是不是野外？是不是姐弟又猎奇？那长大成人呢？一会儿看完，咱俩去把卫生打扫了，你就能感受到成年人的辛苦了。你是上次喝酒没给钱，让我来和你打扫卫生来了？谁这么多嘴和你串闲话了？秦辉1968年出生于四川达州一个普通军人家庭，童年大多在成都和父亲的驻地部队大院度过。他中学时期随父亲调动迁居北京，在首都长大。少年秦辉相貌英俊，性格活络，很早就显露出异于常人的交际天赋。在北京中关村第2小学读书时，他结识了一位叫林晶的女同学，这段青梅竹马的情谊后来开花结果，林晶成为了他的第1任妻子。林晶可不是普通人家的姑娘，她出身红色权贵世家，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夫人林佳梅的亲侄女。林佳梅就是上面说的打电话给江泽民的那个老太太。要知道为啥林佳梅能直接给江泽民打电话，为啥能常驻中南海，请戳上方链接。这桩婚姻让出身普通军人之家的秦辉一脚踏进权贵圈子，跻身李家人的红色姻亲行列。年轻气盛的秦辉或许起初并未充分意识到这层背景意味着什么。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学校认识，两小无猜，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家更多的情况，但不得不承认，80年代末2人的结合堪称秦辉日后平步青云的重要踏板。秦辉自身后台并不算多硬，但他把老婆娘家的关系利用到了极致。李先念作为中共8大元老之一，其家族在政商两界能量非同小可。这层红色姻亲所形成的隐形护罩，
让各路官员对秦晖不敢小觑，凡事多高看他3分。1989年，21岁的秦晖尚在大学就读，却按捺不住商业冲动，中途辍学，与新婚妻子一起南下广东闯荡。他先是在航天部下属单位挂职锻炼，随后又跳槽至广州三菱公司，之后到香港工作，积累了宝贵的人脉与见识。初入商海的秦晖很快展现出长袖善舞的交际才能，能说会道的性格，为他赢得不少机会。1991年，不到23岁的他果断辞去稳定工作，正式开始下海经商。彼时正值改革开放浪潮，满街皆是机会，倒腾批文，下海贸易蔚然成风。秦晖瞅准风口，从商品贸易开始。他1994年在北京注册成立了卓京商贸有限公司，主要倒腾铁矿石进出口。不出几年就赚到了人生第1桶金。精明的他还活跃于股票市场，短线投机频频获利，可谓春风得意。然而，相比随后出现的一个大机缘，这些小打小闹赚来的财富根本不值一提。正是那个机缘，彻底改变了秦晖的命运轨迹。这个机缘便是让他日后名动京城的夜总会天上人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的夜生活方兴未艾，各色歌舞厅、夜总会遍地开花，纸醉金迷的时代氛围，使得经营夜总会成为不少生意人的淘金捷径。1995年，27岁的秦晖敏锐地发现机会，出手拿下了一家正经营不善的夜总会。这家店正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天上人间。据日后调查披露，秦晖买下天上人间时花了180万美元，但对于一个商界新手来说，能拿出这笔巨资可不简单。当时就有人质疑他哪来这么多钱。其实这180万美金很大一部分竟来自国企老总挪用的公款借贷。首都机场管理公司总经理李培英通过集团财务违规拆借资金给秦晖，有一家军队背景的贸易公司出面担保。这样的融资手法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辈来说不可思议，足见当时已有重量级靠山在为他铺路。很明显，年轻的秦晖正充分运用自己的红色姻亲关系网，一个与中南海高层攀上亲戚的后生要下海淘金，国企老总和军方单位都愿意为他提供方便。果然，有了钱和人脉加持，秦晖如虎添翼，成功接手天上人间后，立即着手将其改造成京城第1流的纸醉金迷之地。秦晖并非只懂攀关系的纨绔，他在娱乐业经营上也颇有一手。一接管夜总会，他就从上海请来了2位台湾的行家李手负责管理，引进当时先进的服务理念。天上人间坐落于中国第1家国际5星级酒店喜来登长城饭店的副楼，占地约1.2万平方米，装修富丽堂皇。会所内设有奢华的大堂、40间 KTV 包房、高档餐厅、桑拿中心等，号称按5星级标准提供服务。这里最大的卖点当然是美女成群，传闻夜总会招募的服务员多是身材窈窕、相貌出众的高学历年轻女子，经过严格培训后为贵客提供你懂的。在不少达官显贵眼中，灯火辉煌的天上人间俨然是销魂又烧钱的梦幻仙境，夜夜笙歌，美女如云，让人流连忘返。然而霓虹闪烁的表象背后隐藏着更深的权力交易。天上人间虽对外号称正规娱乐场所，实际上远非一般夜店可比。这里不仅是权贵们穷奢极欲的天堂，更是生意人结交权势、官商勾兑的据点。天上人间为秦晖带来的绝不仅是可观的现金收入，更重要的是滚雪球般膨胀的人脉资源。秦晖深谙酒桌上的权力游戏，他善于利用这里纸醉金迷的社交环境，结识各路显贵、达官要员、银行行长、富商名流，都在觥筹交错中被他攻陷公关。曾有知情人士感叹，要经营那样的场所，你必须有非凡的人脉。这家夜总会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保护。秦晖当然心知肚明这一点，他把天上人间视作事业的根基和社交的平台，倾注全力打造这里的全色名利场。谭辉手下网罗了一批年轻貌美、身材如模特一般的女子，组成特别服务团队，对外称礼仪小姐，私下里人送外号马子队。这些佳丽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表面上是服务员，实际上充当着官商交往的润滑剂。每逢有重要客人造访，秦晖必安排容貌出众的女子作陪，在酒酣耳热之际为其牵线搭桥、铺路搭台。一场酒局下来，美人计家哥们一起双管齐下，不少权钱交易就在这醉生梦死的氛围中一拍即合。秦晖对这种声色犬马的夜生活方式也十分钟爱，几乎夜夜流连其中不可自拔。这种作风引发了他与妻子林晶之间的矛盾。作为红色高干家庭出身的知识女性，林晶对丈夫迷恋娱乐场所非常不满，两人一度关系紧张。不过秦晖倒也未完全荒废家庭，对妻女仍照顾有加。然而命运跟他开了个残忍的玩笑。1996年，年仅29岁的林晶因先天性心脏病猝然离世。妻子的早逝给秦晖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一方面，他此后对林家长辈依然保持着恭敬亲近，逢年过节前去看望，尽力扮演孝顺女婿的角色。
林佳梅曾说，只要秦晖不再婚，他永远都是林家人。但另一方面，他从此愈发肆无忌惮地将全部心力投入到夜总会帝国的经营中去。经历丧妻之痛后，秦晖在灯红酒绿中更加忘情，醉心于编织自己的权色之网。随着财富和人脉的迅速累积，秦晖俨然成了北京夜场教父级的人物，羽翼越发丰满。到1999年时，他已将天上人间75%的股份转入自己新成立的北京长青泰餐饮娱乐有限公司名下，账面出资额约195万美元。由此推算，当时整家夜总会的估值不过260万美元左右。然而，业界人士认为天上人间实际价值远不止于此，是真正的现金奶牛。日日夜夜出入其间的达官贵人和富豪客人川流不息，让秦晖腰包日渐鼓胀，更让他的关系网越织越大。身处天上人间这个名利场，秦晖如鱼得水，警界高官、银行行长、商界名流纷纷拜倒在他的酒桌前，和他称兄道弟，交换着各自的资源与需求。借由这张纸醉金迷的人脉网，秦晖为自己铺平了通往更大财富舞台的道路。不过，夜总会里的觥筹交错并非永远风平浪静。就在秦晖纵横捭阖、风头无量之时，他也埋下了日后祸患的种子。正如我们在开篇所见，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天上人间就曾爆发过一起轰动京城的警民冲突。尽管那次两会惊魂夜在秦晖公关下不了了之，夜总会也得以很快复业，但秦晖从此与北京公安系统结下梁子，或许是心有戚戚。2000年前后，秦晖一度开始陆续卸任多家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等要职，似乎有意淡出公众视线。他试图将自己隐藏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后，避免站在台前招摇过市。然而，命运的巨轮已经在暗中转动，等待秦晖的将是更大的野心以及更险恶的风浪。靠着天上人间源源不断输送的现金流和人脉资源，秦晖在2000年前后将触角伸向了更广阔的资本市场。他敏锐地意识到，比起经营夜总会的那点利润，在股市和金融市场翻云覆雨才能获得指数级的财富。他的第一场资本掘金战锁定了深圳主板上市公司长丰通信。当时 A 股正掀起网络科技股热潮，1999年至2000年间，长丰通信股价疯狂上涨了6倍。秦晖先是顺势短炒捞了一笔，紧接着在2000年5月至6月间，趁股价回调之机突然出手，通过一系列隐秘操作，低价买入长丰通信26.61%的股份，一跃成为这家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在资本市场出示身手，秦晖就显示了高人一筹的腾挪本领。他利用控股长丰通信的机会，玩起空手套白狼的游戏，让上市公司变成自己的提款机。秦晖先是策划让长丰通信高溢价，分2次收购了他旗下的重庆联丰通信公司88.1%股权，总对价近5.4亿元人民币，其中约4.2亿元都是溢价。接着，他又和长丰通信合资成立了星美传媒集团，通过增资扩股，秦晖的卓晶投资占股88%，而真金白银出资的上市公司长丰通信股份却被稀释到只有12%。2001年底，秦晖又将手中持有的一部分长丰通信股票卖给长丰通信公司，套现1.25亿元现金。而当初他买入这部分股票，仅仅花了5000万元。简单说，秦晖把自己的资产塞进上市公司，高价售卖，再通过关联交易把钱套出来，愣是把上市公司当成自家的 ATM， 轻轻松松吞下数亿元资金。金融市场成了他的狩猎场，资本运作被他玩出了魔术般的效果。有了充足的真金白银加持，秦晖的星美系开始在传媒娱乐领域迅猛扩张。2001年，他斥资入股国家级电影发行机构北京华夏文化公司，拿下45%的股份。2002年又收购了台湾飞腾制作公司60%的股权。2003年进军互联网娱乐，买下相声名家姜昆创办的鲲鹏网城70%股份。2004年继续出手，购入上海中路音像公司和北京东方正义电视公司的股权等一系列文化资产。秦晖一时间被媒体冠以民间传媒大亨的称号，名下产业横跨影视制作、院线影院、演艺经济、广告营销等多个板块，风光无限。但秦晖的胃口远不止于此。2003年，他把野心伸向了更高能级的舞台——香港资本市场。为此，他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了一家 SMI 公司，通过这家海外壳公司，在香港发起一连串收购攻势。不到2年时间里，他豪掷约4亿港币，连续拿下4个港股上市平台。彼时内地资金南下香港炒壳还是新鲜事，秦晖已捷足先登。然而，这场斥巨资的豪赌却并未带来相应的回报。他拿下的几家香港公司几乎没有实际盈利业绩，沦为空壳平台，反倒拖累他资金链日趋紧张。为了维持这些摊子运转，秦晖在左支右绌之下，不得不祭出更危险的一招，把目光重新投向国内那些手握巨资、能够以权换钱的权力人物身上。
可以说，他即将开始玩一场火中取栗的危险游戏，把赌注压在政商交易上，为自己的资本帝国饮鸩止渴。2002年前后，秦晖在大陆商界表面风头正劲，但实际资金周转已是捉襟见肘。为了给日益膨胀的星美系源源不断输血，他把主意打到了银行高管和央企财务公司的身上。中国建设银行和首都机场集团这两个手握重金的庞然大物的高层领导，被秦晖选为重点攻克的目标人物。首先呢，是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兆。张恩兆是资深金融家，早在1964年就进入建行体系，官至建行董事长、党委书记。他一向对体制外的商人比较警惕，门槛设得很高。然而秦晖过去通过另一位落马的前任行长王雪冰搭上了一点关系。2002年，王雪冰因腐败东窗事发被查，秦晖立刻见风使舵，转而投向张恩兆门下。据传他通过张行长身边的上海籍心腹从中穿针引线，很快就与张恩兆称兄道弟混熟了。在金钱开道下，曾经高高在上的银行家也开始将这个年轻商人视为自己人。交易的筹码很直接 ，money。2002年至2005年间，根据官方资料，张恩兆先后6次收受秦晖给予的现金贿赂，包括6万美元、20万港币和10万元人民币。作为回报，建行北京分行在秦晖旗下公司贷款申请上一路大开绿灯，星美传媒集团获批贷款6亿元人民币，甚至连贷款抵押担保的解除也畅通无阻。除此之外，秦晖控制的子公司成都宽频也顺利从建行拿到5000万贷款，这些全靠张恩兆的关照与授意。与此同时，秦晖另一只手也伸向了另一位坐拥巨额资金的高官李培英。李培英时任首都机场集团董事长，掌管着首都机场庞大的基建与财务资源。这位老总嗜赌，把集团资金当成取之不尽的私人提款机。据统计，2002年起，首都机场集团频频以拆借名义向外放款，累计金额高达数十亿元，内部审批形同虚设，比商业银行松垮太多。秦晖瞄准了这个巨大的资金黑洞，通过李培英的关系，先后从首都机场集团财务公司拆借了6.3亿元的巨资。当然，作为交换，2002年至2003年间，李培英3次向秦晖张口索贿，总金额高达1867万元人民币，约占李培英案发查明受贿总额的70%之多。其中一次，李培英毫不遮掩的开口要1000万人民币去还澳门赌债，秦晖二话不说，立刻奉上。2002年6月，秦晖直接汇出100万美元到李培英儿子的美国账户。2003年11月，李培英再向他伸手要50万元人民币，秦晖就在北京亮马河大厦的停车场当面送上了40万现金。堂堂央企董事长伸手要钱像讨要小费，小私营老板则如 ATM 机般有求必应，双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把国有资产和银行信贷当成了任人宰割的唐僧肉。通过攀附张恩兆和李培英这2棵大树，秦晖在短短几年里撬动了天量资金。据后来的调查统计，秦晖控制的企业从建行、民生银行等银行体系共获得近10亿元贷款，其中60%来自建行。从首都机场集团财务公司拆借的6.3亿元中，据秦晖后来说，已归还4.24亿元，尚有2.06亿元未还。这些源源不断输血而来的巨款，为秦晖的卓晶系、星美系在资本市场上攻城略地提供了充足弹药。到2003年前后，通过一系列操作，他一度实际掌控了 A 股市场的长丰通信、宁波圣莱达电器等公司，在港股拥有星美国际、星美出版、星美文化等多个上市平台。秦晖张扬地对外宣称要打造中国的迪士尼，建立横跨影视全产业链的传媒帝国。这一时期的他可谓志得意满，春风得意。然而正当秦晖意气风发之际，命运的反噬却悄然而至。2005年3月，建行行长张恩兆因腐败案东窗事发，被中央纪委双规，旋即移交司法处理。紧接着4月，秦晖也被警方带走协助调查。曾经关系莫逆的行贿者和受贿者先后落网，让外界嗅到了秦晖帝国崩塌的危险信号。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后来查明，张恩兆受贿19次，共计人民币419万余元，其中秦晖行贿金额位列第2。2006年，张恩兆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另一边，2007年，首都机场集团爆出巨额资金黑洞和董事长境外豪赌丑闻，李培英案发。2009年，李培英因贪污受贿2罪并罚，被执行死刑，终年59岁。值得玩味的是，秦晖正是李培英案中最大的一名行贿人，他送出的贿金占李培英受贿总额的70%之多。按照常理，如此重大且恶劣的行贿行为，秦晖本该难逃法网严惩。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最终却2次都游走于牢狱之外。无论在张恩兆案还是李培英案调查过程中，秦晖虽多次被有关部门带走问询，最后却均安然无恙，全身而退。妹妹真漂亮，要不要等会儿和我吃个宵夜？
七哥，秦老板，今天在我这玩开心了吧？太开心了！快，过来坐。你上次和我说的陈峰那学的隔空取钱是咋取啊？那个简单，就是找傻子借钱，别还。秦老板出事了，张恩照和李培英那俩借咱钱的傻子被逮了，下一个就是咱们了。这七哥当年也没教我隔空取完钱之后咋办啊？等我给他打个电话。喂，七哥，上次忘了问你了，隔空取完钱被人逮着咋办呀？能咋办？监狱里面蹲着呗。这倒霉郭文贵，要不是我上面有人，真被他坑了。明白，要不我现在帮您给林老太太打电话？不用，我有其他熟人，你先出去吧。哈哥，你都听见了，快给你舅打电话救救老弟。呱呱呱呱呱呱，喂，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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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侥幸逃过铁窗之灾，秦晖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却已元气大伤。2005年对于秦晖而言可谓多事之秋，3月卷入张恩照案，4月接受调查，好不容易平息此事，5月又从天而降一桩离奇血案。天上人间头牌花魁梁海玲在家中被谋杀身亡。梁海玲是谁？她可是京城权贵们耳熟能详的人物，人称京城第一名妓，是天上人间最红的交际花之一。1996年前后，年约22岁的梁海玲进入天上人间当坐台小姐。她身高1.72米，容貌艳丽，谈吐不凡，且精通时事。凭借出色的外形和才情，梁海玲迅速从众多小姐中脱颖而出，成为当红头牌。随着知名度提升，梁海玲结识了众多达官显贵。她不仅在夜总会周旋于富商高官之间，还善于将这些社交资源转化为生财之道。知情者透露，梁海玲曾利用自己的人脉为老板们牵线搭桥，介绍生意来往，从中获取可观佣金。不久，他还成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经商投资。在1990年代末到2005年的近10年间，梁海玲累积了巨额财富，在北京购置别墅豪车，个人资产达数千万元。2004年前后，梁海玲逐渐减少在天上人间露面。据秦晖透露，梁海玲在遇害前1年多已没再来过天上人间，期间因某种原因坐了1年牢。有关他入狱的原因，外界知之甚少，没有官方记录。可以确认的是，梁海玲在2005年退出了夜总会一线。梁海玲命案发生在2005年11月13日，她被发现沉尸于自己家中客厅，浸泡在血泊里。警方勘验发现，她颈部被人用绳索勒紧，身上多处刀伤，极其凄惨。虽然凶手翻遍了屋内抽屉、保险柜，拿走了约20万元现金和一些首饰，但是吊诡的是，墙壁和地板都有被凿开的痕迹，似乎在搜寻某样东西。警方一度将案子按入室抢劫、强奸杀人方向调查，但法医鉴定显示，梁海玲生前并未遭性侵。梁海玲被害后，警方清点其遗产，震惊地发现她名下竟有上千万资产。一个夜总会坐台女何以积累如此身家？很快，各种阴谋论甚嚣尘上。一种说法是她死于情杀，因为她传闻中包养了天上人间保安，每月给她数万元零花钱，情夫因贪财合谋杀人。但这种说法被警方否定。据一位参与调查的警方人士透露，办案人员在梁海玲住所内发现了一个通讯录，上面有多名外省高官的私人联系电话。上述线索让人怀疑梁海玲是否知悉某些高层人物的隐私或秘密，从而成为被灭口的原因之一。这些传闻真假难辨，但无不指向同一个可能：梁海玲之死背后水极深。至今，梁海玲命案仍未侦破，成为悬案。但毫无疑问，这起血案给秦晖敲响了警钟。梁海玲作为天上人间最知名的小姐，都惨遭不测，秦晖不可能不心生寒意。几个月后，秦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天上人间夜总会彻底转手卖掉。这家他苦心经营10年的顶级夜店，因为太过炙手可热，已经成为烫手山芋，不得不忍痛割爱。就这样，秦晖亲手断掉了他昔日发迹的根基。秦晖的第一次事业高峰，就在2005年前后戛然而止。他本人从公众视野中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蛰伏海外，试图避开风头。秦晖昔日风光不再，带着一身麻烦悄然退场。然而故事并未就此结束，这位不甘寂寞的男人在暗中蓄势，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时间来到2010年前后，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文化娱乐产业迎来黄金机遇。销声匿迹了几年的秦晖觉得时机成熟，可以重出江湖一搏。这一次，他将主要战场放在了炙手可热的影视传媒和影院连锁领域。2010年，秦晖高调宣布复出，他通过香港上市公司星美国际斥资12亿港元收购了自己旗下12家内地影院资产。这一大胆动作被视作秦晖王者归来的信号。
当年他曾因行贿丑闻黯然退场，如今试图凭借方兴未艾的电影市场东山再起。果然，随后几年，秦晖雄心勃勃重建星美系版图，号称要打造贯通全产业链的传媒娱乐帝国。星美集团一度成为国内3大院线之一，还参与出品了《南京》《投名状》等热门电影。彼时，秦晖旗下拥有2家香港主板上市公司，星美控股和星美文化，可谓风光再现。媒体上有关他的报道和赞誉又多了起来，仿佛当年叱咤风云的民间传媒大亨回来了。星美系扩张非常迅速，截至2017年底，星美在全国拥有约365家影院，2290块银幕，跃居全国院线票房收入前10。尤其在3、4线城市，星美通过疯狂并购当地影院，实现了一线一院的扩张目标。然而，这场倾其所有押上的豪赌，并未换来想象中的高额回报。到2017年，星美控股勉强挤进行业前10，却是榜单上唯一亏损的公司。更糟的是，进入2018年后，星美系被爆出拖欠巨额款项，包括院线票房分账款、员工工资、影院房东租金、设备服务费等等。全国各地大批星美影院相继停业歇业，曾经满街的星美国际影城招牌悄然熄灯，只剩不足100家苦苦支撑。星美集团的资金链几近断裂，庞大的债务黑洞和汹涌的舆论将这个帝国推到了崩溃边缘。根据后来的业内报告分析，星美迅速败落绝非偶然。一方面，影院行业竞争加剧，全国银幕数趋于饱和，而票房增速已跟不上无序扩张的步伐。另一方面，3、4线城市影院运营成本变高，企业的租金、人力支出大涨，但观影人次和收入却难有保障。秦晖只顾狂飙规模而忽视质量与管理，这种扩张模式早已埋下隐患。早在2015年和2016年，星美就通过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ABS 来融资，激进的金融操作为日后的危机种下祸根。ABS 要求按周归集票房资金，本就现金流紧绷的星美勉强周转。到2018年，星美多次延迟归集资金，债权人频频发出预警。第一次违约触发了担保措施，星美勉强兑付了欠款。可到了9月再次延期时，公司已拿不出任何新的抵押或增信手段。简单的说，星美控股的资金链已经极度紧张。据内部人士透露，公司每周归集到的票房资金甚至连日常运营都不够。此时，星美系旗下多家影院公司被债主诉至法院，因欠款纠纷接连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此时，秦晖不得不祭出资本市场最后的套路，把旗下最优质的资产打包上市，妄图绝地求生。2018年1月，秦晖策划让星美集团旗下核心资产成都润运公司借壳 A 股上市公司宇顺电子。根据当时公告，宇顺电子拟斥资200亿元人民币收购成都润运100%股权。一旦成功，上市公司实控人将由中植系掌门人毛阿明的老公谢直坤变更为秦晖。成都润运主营影院和新零售是星美系最重要的资产。如果借壳成功上市，秦晖有望通过资本市场筹集巨资，从而缓解燃眉之急。然而3个月后，宇顺电子突然公告终止重组，借壳计划宣告流产。看似昙花一现的交易，却留下后遗症。中植系投资方与秦晖就此前签署的投资协议对簿公堂，跨国官司一路打到美国纽约。原来，秦晖在2017年引入了中植系下属3家公司，合计15亿元增资成都润运。双方约定，若未能如期上市，秦晖需回购对方股份并支付高额违约金。结果星美院线业务不达标，上市无望。加之秦晖本人因旗下另一家公司财务造假，被中国证监会处以罚款60万，市场禁入5年。投资方虽要求秦晖按协议回购股权并赔偿损失，秦晖方面则愤愤不平，指责中植系玩名股实债的套路，借重组之名掏空资产，反而倒打一耙，要求回购违背公平诚信。然而仲裁结果对秦晖极为不利。2021年4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裁决，秦晖方需支付股权回购款，并额外赔偿3家投资方各 1.5 亿元违约金，总代价超过26亿元人民币。中植系随后赴美国法院申请执行该裁决。2022年，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确认了仲裁结果，秦晖需要偿付的金额已高达 4.5 亿美元。至此，秦晖苦心经营的资本帝国全面崩塌。星美控股因为债务违约，于2020年在香港被取消上市地位。A 股宁波圣莱达公司因财务造假被证监会强制退市，国内外债权人围追堵截，跨洋打官司争夺他的资产。而秦晖本人则早已将大本营转移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纽约，在那里布置自己的后路。早在2010年前后，秦晖便携第2任妻子刘多移居美国纽约长岛，置办豪宅，开始半隐居生活。刘多是位年轻貌美的模特，
2006年曾当选世界小姐中国区冠军，两人婚后育有一双儿女，全家常住长岛，一栋拥有11个浴室的豪宅，有时也会在曼哈顿中央公园南侧的豪华公寓下榻。我为了过堂的时候穿非常的，而我们的夫妻挡着我干嘛呀？挡着我干啥？你说了，你干我干嘛呢？你干嘛你？我推翻共产党，你丫就是傻，撞我干嘛？我揍你丫的呢！你他妈干嘛？你臭傻，你撞我干嘛？太害怕他，你傻，这是故意想，这就特我，我跟你讲，他就是特我。表面看来，这位天上人间老板在美国依旧风光，过着富足奢侈的日子，但实际上，秦晖早已深陷巨额债务泥潭，多名债权人在国内外对他提起诉讼追债，星美集团的崩盘更是雪上加霜。疫情期间，公司彻底断裂，秦晖自身也官司缠身，腹背受敌，走投无路下，秦晖祭出最后的杀手锏：假离婚和资产转移。2020年，他与刘多在美国办理了离婚手续，表面结束婚姻关系。然而中直系债权人指控这不过是一场戏，实际上直到2023年，秦晖和刘多对外仍以夫妻相称，而且就在中国仲裁裁决下来不久，秦晖便以象征性价款10美元将纽约长岛的豪宅过户给前妻刘多及其母亲名下。法院调查认定，交易时机和价格显示，这并非真正的商业目的，这就是典型的阴阳离婚、转移资产套路。除了假离婚、房产过户，秦晖还将财产四处藏匿，让债权人找不到他的真金白银。据纽约法院文件披露，秦晖在资产披露要求下提交的材料极不充分，大多只是公开资料或过时文件。他提供的银行账单显示，没有一笔转账超过9000美元，但现实中他却生活在价值2900万美元的长岛豪宅和1500万美元的曼哈顿公寓里，一边大喊自己穷得叮当响，全靠朋友接济，一边却住豪宅开豪车，还说不出那些好心朋友的名字。这种拙劣表演连法官都看不下去。法官感慨道，他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却声称没有钱，直指秦晖多次说谎，无法相信他的任何证词。在庭审中，秦晖对许多质询要么拒绝回答，债权人要求他偿还债务，他竟豪横放话，就算你现在把我嘎了，或者把我关进监狱，我也不会付钱。当法官要求他提交手机解锁密码时，他回应宁愿坐牢也不提供。最终2023年8月，美国纽约联邦法官以藐视法庭罪判定秦晖罪名成立，认定其故意不配合调查，多次违反证据披露命令，并涉嫌销毁证据。自2022年11月以来，屡屡藐视法院命令。显然，为了死守最后的财富，秦晖已经不惜以身试法，负隅顽抗。事实上，秦晖在美国的绝境不只体现在法庭上的软硬不吃，他的家庭生活也已濒临崩溃。2022年7月25日，秦晖在与前妻刘多的一次争吵中愤怒失控，竟掐住刘多的脖子。警方接到报警后介入，秦晖当时被拘留，但不久获释。孰料事情并未结束。2023年9月22日，秦晖得知他的前妻刘多2周后将被传召到曼哈顿联邦法院，在债权人诉讼案中出庭作证，牵涉他转移房产，企图逃避4.5亿美元债务的黑幕。这下秦晖彻底慌了。当晚，他在长岛 Old Westbury 的豪宅里情绪失控，手持一把斧头疯狂砍向前妻卧室的电子锁衣橱门。当时他年幼的儿子和前岳母都在场，目睹他挥斧发飙。秦晖来了！吓坏的家人赶紧拨打报警求助，警方火速赶到现场，拍摄了刘多卧室衣橱受损和那把斧头的照片。秦晖当场被逮捕，以刑事破坏罪被起诉。不过，我们从相关人员了解到这次砸门另外一个内幕：秦晖当晚砸门其实另有内情。此前他与刘多商定假离婚，并通过操作将部分财产转至刘多名下。未料刘多假戏真做，意图独占财产，所以当场发飙。还没等这起斧头事件的余波平息，10天后，秦晖又摊上更大的麻烦。2023年10月2日 ，FBI 在纽约曼哈顿将秦晖逮捕，揭开了一桩幽灵捐款案件。起诉书显示，秦晖多年来使用化名隐匿身份，通过他人代捐向美国政客提供政治现金，涉及纽约市和罗德岛等多场选举。他企图利用人头捐款规避法规限制，隐藏真实捐款者身份。2021年底，秦晖指使2名同伙以他人名义向纽约市一位公职候选人捐赠1万美元，又在2022年初让他人替他向若干竞选委员会捐了1.16万美元。幽灵捐款违反美国联邦选举法，因为他隐藏了真实金主。2023年3月，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在被媒体问及此案时，亲口承认见过秦晖，说竞选时在很多场合见过形形色色的人，秦晖也是其中一个。
但亚当斯随即撇清关系，我并不知情，更未参与其中。秦晖捐款案曝光后，亚当斯的一名亚裔事务筹款人也受到调查。除了竞选现金，起诉书还揭示了秦晖在美涉嫌的另2项罪行：移民欺诈和身份造假。原来，早在2008年，秦晖就秘密购入了一套名为李木林的虚假身份资料，包括中国大陆身份证、香港身份证和护照。这些证件贴着秦晖本人的照片，但姓名和出生日期皆不同。2017年，他利用李木林的身份，将500多万美元资金从香港账户转到美国，其中一部分转入前妻刘多在美账户。之后一笔款项被用于购买曼哈顿豪宅。换言之，刘多明知秦晖使用假身份运作财产。2018年，刘多在为秦晖申请美国投资移民签证时，谎称他从未使用其他姓名。秦晖本人也在签证材料中提供了同样的虚假声明，骗取了美国绿卡。或许是作假做惯了，他凡事都想找捷径。为了获取佛罗里达州驾照，秦晖还假称自己定居迈阿密，提交伪造的当地银行和信用卡账单，于2020年12月取得了佛州驾照。随后2022年6月，他拿着这张用假身份取得的佛州驾照去换领纽约州驾照，上述都构成欺骗美国政府的联邦罪行。面对铁证如山，秦晖最终选择了认罪。2024年3月18日，56岁的秦晖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出庭，当庭表示认罪，承认自己以他人名义参与政治捐献，以及办理假身份、欺诈移民等全部指控。根据认罪协议，秦晖同意放弃通过虚假陈述获取的美国绿卡，并在服刑期满后离开美国。检方表示，若他遵守协议，将建议法官判处不超过6个月监禁，否则最高可判27年。庭审时，秦晖一度潸然落泪，说害怕再也见不到生活在美国的3个孩子。他的辩护律师则竭力把他往慈善家、人畜无害的企业家形象上靠，宣称秦晖为纽约和长岛做了很多善事，并表示他毫不怀疑秦晖日后会在国际商业中重新崭露头角。不过，这些粉饰太平的说辞难改法官对秦晖劣迹斑斑的印象。2024年5月9日，纽约联邦法院对秦晖案作出宣判，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以及2年监督释放。在判决现场，秦晖的债权人律师紧急请求法院扣留他的护照，担心一旦他被驱逐出境，将很难再追查到他隐匿的资产。但法庭最终驳回了债权人的请求。由于秦晖自2023年10月2日被捕后一直在押，刑期实际上等同坐满，法院下令当庭释放。判决刚落地几个小时，联邦执法人员便将秦晖押解至机场，立即遣送出境，永久逐出美国。出于安全考虑，美方并未公开他的目的地，但明确不会是中国。就在遣返前一天，秦晖突然申请了个人破产保护，试图规避追债。被赶出美国后，秦晖的下落成谜，外界只能通过零散线索和传闻拼凑他的踪迹。据我们掌握的消息，秦晖离美后短暂现身德国，今年又辗转到了新加坡。他在新加坡某富人区租下豪华别墅，又开启私人会所，就业重操，仿佛昔日京城纸醉金迷的故事，又以另一种方式在海外重演。秦晖的经历正是那个年代商人与中国式权力共生共荣而又相互反噬的一个缩影。像秦晖这样的民营资本大亨，他们往往靠权力滋养而发迹，与权贵合谋而壮大，但也随时可能因权力的翻脸而顷刻倾覆。权势人物需要白手套和提款机，商人需要保护伞和通天路，双方你中有我，相互成就，又彼此绑架。一旦某一方失势，另一方也难逃覆亡，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那一代的中国商人很多都如此，从安邦集团吴晓辉到明天系肖建华，从华信能源叶简明到海航集团王健，再到复兴集团郭广昌，有人锒铛入狱，有人客死他乡，有人销声匿迹，有人苟延残喘。纵观这些案例，他们财富的原始积累无一不深度依赖于与权力的交换，因而也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斗争的暗流。当政治风暴来临时，私人资本往往成为替罪羊和牺牲品。秦晖昔日他沉迷于编织权色名利场，利用体制的灰色地带野蛮生长，最终却也逃不过系统性清理，被连根拔起。当2010年5月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砸开天上人间的大门，并关停天上人间后，或许就已经宣告了秦晖神话的终结。他从京城夜总会的霓虹闪烁，一直拖到了纽约法庭的铁窗锒铛。在权力与资本的博弈场上，猎人与猎物的角色往往瞬息互换。从秦晖的沉浮中可以看到，中国是白手套资本和体制之间既相互滋养又相互反噬，谁是谁的猎物，谁又是谁的猎人，全凭时代的一念之间。今天听说来新狱友呢，等等狠狠和他吹会牛逼。快点往里面走，马上就到你房间了。你好，我是
终于让我逮到你了。别打了，别打了，我这不是隔空取完钱也在这蹲着的吗？哎，别打脸，我得直播呢。